什么？这一瞬间，梅玉珍只感觉五雷轰顶。她连忙追问警察为什么抓他们，有说是因为什么理由吗？此时此刻，梅玉珍在心里不断祈求老天爷，她希望自己的老公和她2个儿子最好是因为剧毒、嫖娼或者其他什么事情被警察带走，哪怕他们是因为杀人才被警察带走都不要紧，但千万不能因为洗钱罪，因为杀人不过头点地。2个儿子1个老公，随便判哪个死刑都不要紧，或者3个都判死缓也没事，反正早晚还有出来的一天。可一旦是因为洗钱罪，那就真的完蛋了。那代表着他这么多年打拼下来的所有资产都要被依法查封，那自己这半辈子的努力可就真的一瞬间化为乌有了。就在他心中不断祈求老天保佑的时候，大儿媳说出了一段堪比晴天霹雳的话。警察说他们好像是涉嫌了什么洗钱罪，还说要查封所有财产，包括房子和车子。妈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梅玉珍一下子仿佛被抽走了魂，一下子瘫软在座椅上，整个人惶恐至极，同时也有些歇斯底里地抽打着自己的脸，口中念叨着：快醒醒，这是噩梦，这一定是在做噩梦。可是那巴掌抽在脸上的痛感，感觉无比清晰，丝毫都不像是在梦中。他的内心愈发绝望，整个人已如行尸走肉一般。电话那头，大儿媳哭得撕心裂肺：妈，你想想办法吗？我们现在就你这一个希望了，你快回来给他们疏通关系吧。疏通关系，梅玉珍惨叫一声，脱口道：我离家20多年了，这20多年一共也就回去不到10次，我回去之后谁也不认识，钱还都被查封了，我能疏通什么关系啊？电话那头的大儿媳顿时崩溃，哭嚎着说道：要是他们真被判个10年8年，我们娘几个可怎么办呢？梅玉珍想到什么，脱口道：你现在听我说，赶紧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转移出去，想办法到银行把他们的存款也取出来，总而言之，能弄出多少钱就抓紧时间弄出来。啊，大儿媳脱口道：我可不敢呢，人家警察可说了，我现在要是往外头弄钱，那就是犯法的，到时候查出来我也要坐牢的。谁坐牢我也不能坐牢啊，我这还有4个孩子呢。梅玉珍怒斥道：警察都是吓唬人的，你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要是这些钱都被查封了，你别说你住的别墅、坐的豪车，就连你4个孩子的奶粉钱和学费都剩不下。那你难道带着孩子沦落街头吗？我，大儿媳哭着说道，他们总要给我们留个房子住吧，不能就这么把我们赶出去吧。梅玉珍咬牙道：我告诉你，如果真是洗钱罪，这个家里的都什么东西都剩不下。你要是不想从今往后就过穷日子，那就赶紧按我说的办。儿媳妇脱口道：我不敢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敢干。说着，她连忙道：老二他媳妇就在跟前，要不你跟他说说吧，看看他敢不敢。电话一旁的二儿媳不假思索地脱口道：你都不敢，我就更不敢了。说着，她哭哭啼啼地说道：警察要查封什么，就让他们查封好了，这么多年除了在家带孩子，也没干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，他警察肯定不可能把我也抓走。大儿媳听闻这话，也连声附和道：对对对，咱俩就是2个妇道人家，除了生孩子、奶孩子、带孩子，其他的什么都不会，也什么都没干过，警察肯定不会把咱俩怎么样。梅玉珍一听这话，内心深处怒气上涌，恨不得立刻冲回去砍死这2个儿媳妇。她紧紧咬着后槽牙，
歇斯底里的冷声说道：“我梅家养了你们这么多年，没想到最后是养了2个白眼狼。你们2个要是不按我说的做，等我回国了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们。”二儿媳这一瞬间吓得脸色惨白，她虽然不知道自己这个婆婆这么多年在美国到底做什么，但是每次见到婆婆的时候，都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杀气很重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所以听他们说，心里自然非常害怕，于是便低声问大儿媳：“嫂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大儿媳在这一刻也很是慌乱，她虽然泼辣，但是也知道自己这点斤两在婆婆面前连个屁都不算。可是她很快想明白一件事情，于是脱口道：“妈，我刚想明白，大勇、二勇他们都是洗钱罪，那钱可都是你赚的啊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了？别的不说，你赚的那些钱肯定来路不正吧？要是来路正的话，警察怎么可能到家里来抓人？”梅玉珍本来还杀气腾腾的，可一听这话，整个内心瞬间跌落谷底。她刚才担心的都是自己这么多年赚的家底子，但却忽略了一件事情，老公和2个儿子之所以会进去，大概率是自己在美国这边做的事情已经有所暴露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自己这辈子可能都没法回国了，否则的话，自己很可能刚下飞机就立刻被国内警察逮捕。想到这里，他整个人顿时陷入深深的绝望，下意识地将电话挂断，随后将仅剩的这台手机关机。车里的满进山、满英杰等人大概听明白了梅玉珍家里发生的事情，一个个也都紧张不已。满进山鼓起勇气问梅玉珍：“梅姐，家里出什么事了？”梅玉珍整个人失魂落魄地说道：“靠边停车，快点靠边停车！”满进山连忙将车停靠在路边。这时候梅玉珍推开车门，便跌跌撞撞地跑了下去，刚跑出不到2米远，便哇的一声剧烈地呕吐起来，将胃里所有的食物残渣都吐了个干净。满进山赶紧上前拍打着梅玉珍的后背，同时对满英杰说道：“快拿瓶水过来。”满英杰立刻从车里拿了一瓶水，一边拧开，一边递到梅玉珍面前，紧张地说道：“梅姨，赶紧漱漱口。”梅玉珍止不住的呕吐，甚至连胆汁都吐了出来，一张脸惨白如纸，仿佛一个即将死亡的绝症患者。他接过满英杰递过来的纯净水，只是喝了一口，便又剧烈地咳嗽起来，水混杂着胆汁，顺着气管一路涌到鼻腔，那种感觉说不出的痛苦。他口中喃喃自语：“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”说着，因为心中愤恨，他一把将装满水的瓶子丢出很远，绝望至极，歇斯底里地吼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那是我半辈子的心血啊！”